它是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它的战史毫不逊色于第101和第82空降师，它的部队标志和中国文化颇有关系，它就是第29步兵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在以前的视频中，美国陆军的第1骑兵师、第1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等数支王牌部队均有过介绍，其部队标志也是多种多样。而在这些多如繁星般的象征部队战史的标志中，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第29步兵师的太极蓝灰标志。图案的设计采用了太极的两者对立统一和相互融会贯通，在佐以美国内战南北军队的标志性颜色，可以说是极具用意。1917年7月18号，出于第1次世界大战的需要，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遂正式组建了第29师。其代号因组成该部队的单位所属地区是在美国内战中属于不同军队的，所以取名为蓝灰师。该部队也在组建近1年后的1918年6月奉命开赴欧洲战场，并于9月底在著名的莫兹阿戈讷战役中参战21天，以30%的部队编制伤亡向前推进7公里，俘虏2148名敌军。1919年5月，随着驻欧任务的完成，29师奉命在返回美国后，于5月30号在迪克斯堡退出现役的同时，划归国民警卫队战斗序列。1941年2月，出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需要，29师奉命转为现役，且根据战争形势开始了大规模的部队调换，并于1年后的1942年3月，在终于完成了改编和训练的同时，将番号改为了第29步兵师后开赴欧洲。同年10月，第29步兵师在抵达英国后，不仅奉命执行驻守任务，还为强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北部进行就地训练。1944年6月6号，在第29步兵师在2战著名的霸王行动中奉命参加了奥马哈海滩登陆战。在这场惨烈的登陆战中，虽然由该部队所负责的登陆点是盟军最难攻取的一个要地，但在经过该部队同第1步兵师的英勇作战后，至7号全师登陆诺曼底时，2支部队以伤亡2400人的代价取得了比低于先期伤亡的胜利。该部队也在随后接连划入第19军、第5军、第8军、13军、第16军等军级战斗序列，并在欧洲战场上一路同德军血战，最终在欧洲胜利日后驻扎于不来梅，并再一次编入第16军，直至战争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第29步兵师极高的伤亡率，曾经诞生过一个笑话。该师的一位前任师长称，自己实际上指挥了3个师，一个在墓地，一个在战场，一个在医院里。这是因为在该部队历时200多天的2战参战史中，共阵亡近4000人，受伤15000余人，非战斗减员近9000人和被俘800余人，累计是该师正常编制的2倍以上。但是有近4万名德军在战斗中被该师俘虏，第29步兵师也因此荣获4次参战飘带和4次杰出部队嘉奖令。其部队的官兵士兵共荣获过5枚荣誉勋章、44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1枚陆军杰出服役勋章、854枚银星勋章、17枚功绩勋章、6308枚铜星勋章和176枚航空勋章。第29步兵师也在2战结束后，直到1945年末才结束占领任务，并在1946年1月返回美国后，于新泽西州的基尔默军营撤销编制。但是该部队又在不久后的同年10月，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仓促组建服役后，仅现役了没多久，便又重归国民警卫队编制。1963年，出于美国陆军关于师级部队重组计划的需要，已经改编为5制原子师的第29步兵师，奉命将下辖单位在国民警卫队部队编制的基础上，由团级单位扩编为旅级单位，并继续服役于国民警卫队。1968年，因为此时的越南战争已经处于中期阶段，所以美国陆军出于整合部队的需要，遂裁撤了一批包括第29步兵师在内的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1984年6月，美国陆军正值登陆奥马哈海滩40周年之际，决定将第29步兵师于国民警卫队中重新转为现役。该部队也在1年之后的1985年9月，终于在弗吉尼亚贝尔沃堡完成入役，并且获得了代表部队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于削减军费开支的需要，美国陆军虽在保留第29步兵师编制的基础上，将其逐渐缩编整合。1998年7月，第29步兵师奉命在弗吉尼亚州参加了国民警卫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2004年3月，第29步兵师116步兵团第3营在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中遭受了该师自2战后的第一次伤亡，2名士官在执行一次巡逻任务时阵亡于爆炸袭击之中。而第3营也在该行动中因为成功进行了100余次巡逻和作战任务，所以得到了美军的高度表彰。而也是在同年，350名第29步兵师代表前往法国诺曼底和巴黎，参加了诺曼底战役60周年纪念活动。2006年12月，第29师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整编后，遂奉命对科索沃维和部队东部地区的指挥权进行接管。2007年到2012年间，第29步兵师所属部队先后3次前往海外，进行伊拉克和阿富汗驻守任务。2016年12月，已经成为国内灾害应急部队的第29步兵师，在接管美国陆军中央集团军临时师部指挥权的同时，还使得该部队在2战后首次划归第3集团军麾下。第29步兵师由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3州的国民警卫队所组成，代号蓝灰师，隶属于陆军国民警卫队，师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该部队于1917年组建后，先后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并且于战后历经了多次改编和裁撤。尽管在之后的50年间没有参加过实战，但是数次在世界各地参加演习对抗。后来作为指挥单位调往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第29步兵师下辖第29步兵师指挥部和师直属营，第116步兵旅级战斗队、第53步兵旅级战斗队、第30装甲旅级战斗队、第29师战斗航空旅和第142野战炮兵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师与其所辖部队并不是标准的上下级关系，该师主要是负责以上部队的战备监督和训练任务。不同于闻名世界的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第29步兵师虽然鲜为人知，但在一些著名的影视作品中，对于该部队的描写也是有的。比如1962年的《最长的一天》，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对该部队最出名的诺曼底登陆都有过着重描写。再比如2005年的世界大战中，该部队也曾经作为配角出现过。除此之外，在许多2战类型游戏的诺曼底登陆和随后的欧洲作战中，大多都将第29步兵师作为主角出现，比如英雄联、近距离作战、使命召唤3和荣誉勋章联合袭击。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